起乱云，萧萧锦草，漫漫红尘。人活世上争口气，一腔热血几回拼。看罢了古今多少事，英雄莫问出身，莫问出身。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花开花落俏佳人。说尽了悲欢多少情，英雄自古万人，万人。上尉，末将奉诏拜见。大虎啊，这些年咱待你咋样啊？好啊，上尉待咱的恩典，那是天高地厚。开国之后，你想封个啥爵位啊？没想过。想，现在马上想。我是至正16年跟随上尉的，算下来血战也有几十场了。要是行，盼望能封个将军。好啊，对于你，不用等到开国了，咱现在就封你为虎威上将军，封忠义侯。谢上尉。起来，大虎。过段时间我就让中书省马上拟旨，啊。不过在之前，你要替我办件差事，一定要办妥了。上尉吩咐吧，末将就是粉身碎骨也会把差事办理妥当。你带些护卫，星夜赶往滁州，把小明王给我接到金陵城来安置好。至于以后的事儿，会有人给你交代的。就这点差事啊？就这。遵命。这儿的宫墙颜色太浅了，重新再刷一遍。啊不，要连刷3遍。遵命。回来。3天后必须交工。听见没有？听见。去。上尉，哎，没事。啊，胡文庸啊，属下正在日夜赶造奉天殿，绝耽误不了开国大典的日子。这开国大典的日子咱都不清楚，你就清楚了？属下食言了，这是属下妄加估计。新朝开国，8成是在新年正月打头那几日，日子吉祥，属下就是按照这个日子赶造奉天殿的。就算你说的那几天，离现在就只剩下3个月了，来得及吗？属下愿以头颅担保，万无一失。好啊！哎，到那边看看。开国之初，民物匮乏，修建宫殿一
一定要万事从简。可是咱经过奉天殿的时候，却看见一块9尺长的玉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禀上尉，那块玉料极为难得，属下已经令能工巧匠打造一块九龙璧，预备镶嵌在奉天殿的台阶上。咱可是下过严旨了。禀上尉，属下接到懿旨时，那块玉料已经开采完毕，装船起运了。如期而不用，反而造成更大的浪费。再者，属下认为，奉天门既是宫门又是国门，应当庄严辉煌，天威昭然。大典那天，文武百官、中外使节都将循奉天门入朝。当他们经过九龙壁两旁时，定能感受到中华古国之深远，新朝开元之天威呀！抗旨是要掉脑袋的。为振新朝天威，属下就是掉了头颅，值。说得不错。这方砖多少钱啊？均价36铜钱一方。36铜钱。哎呀，这一方砖，够一个普通百姓吃半拉多月的。哎，这砖上怎么还漆有人名和年月啊？禀上尉，开工之初，各地上交的城砖或有缺损，或已似冲好。属下以为，铸造工程乃百年大计，万不可马虎。于是属下定了个规矩，责成各地窑厂每烧铸一块城砖，砖面上必须砌上砖匠的姓名、籍贯、年月及验砖者的官职所在。如此一来，任何一块城砖出了问题，便可层层查下去，从上到下，谁也脱不了责任。自从立了这个规矩，各地上交的城砖都成上品了。好规矩啊！文庸啊，为官者做一件好事容易，可是立条好规矩那就太不易了。手下是这么跟他们说的：城墙要是开裂了，咱们当罚则罚，该杀则杀，谁也逃不掉。城墙要是千年常在的话，那他们的名字不也在城头上光照日月，万古长存吗？好规矩。二虎，在，传令中书省，把胡文庸所立的造砖器名的规矩一直要延续下去。无论是各省州府县都要照办，就是咱死后，后世之君也必须要延续此法。遵旨，去吧。谢上尉。哎，咱们去御花园看看啊。真不小啊！文庸啊，你辟个地方给夫人当菜园子。上尉说什么？咱说呀，辟个地方给夫人弄个菜园子，要不然她日后哪种菜去？禀上尉，历朝历代岂有在御花园里开菜园子的规矩？这有损于天子尊贵呀！再者，受属下斗打，大典之后，夫人就是正宫娘娘，母仪天下，种什么菜？属下万死不敢从命。文庸啊，确实是一个忠直敢言之人呐，甚至以命抗旨啊！咱喜欢你这个性子，不过咱也得提醒你一句：抗什么不能一抗再抗啊！听好了，花园竣工之后，如果没有菜园子，咱呢只好把你给活埋沤肥了。上尉恕罪，属下明白了。明白就好，起来吧。明啊，哎，你还记得小明王吗？记得。啊，大虎马上就要去滁州接明王回来，参加开国大典，咱有难言之隐呐。属下明白。有些话咱不好跟大虎直接说，总想找一个可靠之人。皇上，属下自认为是个妥当人。那好，那就由你
去送大虎啊！记着，不好说的话，出城之后再说。遵旨。哎，这块地方不错吧？胡文庸，哎，过来。馒头大烧饼啊，吃完了烧饼再上朝廷。哎呦呦吼吼，上朝廷，朝廷搁这个大烧饼，吃他娘喝他娘，吃完了太阳就出来哟。哎呦吼吼，出来哟，太阳出来了。得意吧？得意，当然得意了。哎，咱不得意，谁得意啊？啊，忘形了吗？啊，忘了，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还差不多。要当皇上了，得意不能忘形。累了吧？哎呀，能不累吗？哎呦，从这白天一睁眼啊，到现在，咱就没停过。哎呀，比打陈友谅那会儿还累。啊，至于吗？你想啊，开朝在即，事无巨细，什么外朝内廷、文武百官、天上地上，多少事儿都得让咱操心呢。好不容易熬到了要回家吧，还被这个驴场给瞪着了，非要试妆。你又不演戏，你试什么妆啊？哎，皇帝的龙装啊！哎，你可没看到啊？整个金灿灿，好看极了。从天灵盖一直铺到脚后跟，什么珍珠冕啊、双龙佩呀、玉带丝环呐，十几样的，样样都做得十分讲究。特别是咱那个金玉皇冠，2斤来重了，压得咱的这眼睛直往外凸。哎呀，妹子，这皇上还没当上呢，烦心事儿啊一桩接一桩的，真是苦不堪言呐。刘伯温不是早说过吗？就是你当了皇上，苦难也不会结束的。您多看得开啊！明天呀，就轮到你试妆了，谁让你是皇后娘娘了呢？哎，妹子，来，咱呐送你样东西。什么宝贝啊？菜园子。哎，咱呐让胡文庸在御花园开了一块地当菜园子，没事儿就到那儿溜达去。我要菜园子干嘛呀？我没事儿干嘛非到那儿转悠去啊？你不是喜欢种菜，什么种瓜种豆的吗？那是以前，是叫你这个穷大帅给逼的。我不栽点种点成吗？开国以后就有了朝廷，外朝归你管，内廷归我管。我要干的事儿多了，没工夫上菜园子。妹子，咱跟你说清楚，历朝历代有个规矩，内廷不得干政。好你个猪虫吧！打天下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说啊？那时候你又叫我管兵器制作，又叫我管柴米油盐，还有什么内政司、孤老院、医药房，你什么事都拽上我，巴不得我天天给你干政呢。此一时彼一时嘛。还有，你带着18个兄弟打定远的时候，谁留在濠州城当人质来的？我一个人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。我生孩子那会儿你在哪儿呢？哦。现在你当上了皇上，脑袋上扣个大金冠子了，你倒给了我一个菜园子，有良心吗你？咱今儿不吵架了，咱实在是太累了，改天咱们再商量。不成，我非得说明白了不可。这事儿关系到我后半辈子，要不然我这后半辈子全得跟那菜园子里转悠。那你说怎么着？我说了，外朝归你，内廷归我。包括所有皇子的教养、皇媳的选配，所有内廷官吏的赏罚录用，全得我说了算。还有皇亲方面的事情，你也得先问过我再下旨。其他方面的事儿，你等我想好了再说吧。妹子，你听咱说啊，这内廷不得干政啊，是关系
治国长久的大事儿。再说了，这规矩也不是咱开的头啊，是不是？它是从三皇五帝一直流传到现在，而且呢是千古不变、万古不改的事儿。你这一个皇上先问了你，再去下旨。你那不是皇后，那是皇上他娘，那是皇太后。顺便说一声啊，咱娘早就死了啊。你甭拿规矩吓唬我。我想明白了，开国之后，咱俩之间得先立个章程，定个规矩。你想安心治天下，先得家里保太平，是吧？你说说你的意见。开国以后啊，你只管下旨，我呢绝不反驳。朝廷上下的事务，但凡你在场面上说过的，我是绝对维护你的龙威，绝对遵行你的圣旨。可只要一旦进了这个家门儿，我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，想问什么就能问什么。你不许用假话诓我，更不许你仗势欺人。反正啊，在外面咱俩同执一词，内廷不得干政。回到家里，你就是朱重八，我还是你妹子，咱俩无话不能说，无事不能谈，偏就没那朝廷规矩。哎呦，妹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叫欺君！哎，咱堂堂的一个皇上，成了外当家的，你倒成了内当家的。这叫内外有别，成不成吧？成，不但成，我觉得这规矩还挺聪明。定了？定了。哎，不过咱说好了啊，这规矩只适用于咱俩，往后君主万不能学。那当然了，咱们是开国夫妻嘛，别人比不了。咱只听说过开国之君的，没听说过开国夫妻。打我这就有了。累不累啊？啊，早就累了。要不要帮你捶捶背、松松肩呢？那感情好，咱早就腰酸背痛的了。来，快来啊！哎呀，倩儿，陛下，你咋回来的？啥时候回来的？昨天夫人派人把我接回来的。重八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。即使我不把他接回来，你心里也撂不下的。与其那样，不如我把他还给你。古往今来的皇上，没有一个是好丈夫。我只盼望你能成为一位明君。如果真成的话，那你也就不会被一张玉榻迷住心窍了。谁在那儿？夫人，是二虎啊！你站这儿干嘛？末将在守护大王。
么晚了，您还没歇息呢？我睡不着，出来走走，顺便过来告诉你个事儿。请夫人吩咐。你的倩姐姐今天晚上怕是不回来睡了。不但如此，明后天，她也许还要搬到后宫居住，比你这儿可宽敞多了。奴婢明白了，姐姐真是好福气，谢夫人照应姐姐。玉儿，你羡慕她吗？我不羡慕，真的。我刚才看见二虎在外面，他是在等你吧？喜欢二虎吗？我说不清楚。夫人，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死去的花荣。你心里边一直在怀念着花荣，我懂了。夫人恕罪。有句话，我早就想问您了。您为什么要把我姐送给大王呢？您那么爱大王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大王他是您的呀。是啊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玉儿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二虎在外面等你，去吧。不，我陪夫人。听话，现在就去。您呢？你不用管我。吾王陛下发布：奉天讨元诏，自古帝王临御天下，中华居内以至四海，漫漫3000年矣。东临沧海，西抵巴蜀，南收闽粤，湖湘汉淮，坐地千里，带甲100万。恩威所至，民稍安，食稍足，兵稍精，为北方半壁，奄奄一息。至此，元璋再举王师，奉天讨元。胡大人，您在这干嘛？下官等候在此，为上将军送行。这出城时，中书省已经送过了。送过了也可以一送再送嘛。上将军，请。上将军，请。请。陈年花雕。多谢胡大人。敢问您单独候在这儿，势必要有什么交代呀？你想过没有？大帅一旦做了皇上，
小明王如何处置？难道要二主并立吗？就算是二主可以并立，但小明王却一直号称天下玉金共主，其尊贵在大帅之上啊！不错，胡将军，说白了，小明王这杆王旗，如今已成累赘了。我们应该从大局着想，问一下自己：是把小明王接回来，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，还是让他并天而去，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？胡大人，上尉可是明令我接回小明王，而且要把差事办理妥当。你说这些话，究竟是你自个儿的主意，还是上尉的旨意？恕我直言，凭你的战绩，授个参将、将军更合适些。可上尉竟授你上将军，还另外加封了爵位。如此巨大恩典，为何独独落在你身上？就连汤、许、常三大帅都还没封侯呢，为何先给你封？哦，特别授你那个爵位封号忠义侯。敢问胡将军，何为忠义？不过还有一事，也要请上将军斟酌。胡大人说吧。小明王一旦在途中发生意外，必将引起极大震撼。王府上下、金陵内外，也必有人妄加猜测。他们这种庸人，总是不明大局，纠缠于小节，暗中击扎不已。什么小明王是怎么死的？为何会死在这个时候？谁应该为小明王之死负责？流言蜚语一多，就会影响上尉的天威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大虎啊，你身为护驾之将，有何颜面叩见你的父王啊？胡大人，你要我，你要我。我只是要你善加斟酌。胡将军，文庸告辞了。胡英，你个王八蛋！替我告诉上尉，大虎不会给他丢脸，也不会给自己丢脸。文庸遵命。夫人，吕大人求见，人在外头候着呢。叫他进来吧。是夫人。大人请。
臣拜见夫人。什么事儿啊？哈哈，昨天是臣见诞之日，收到夫人2套衣服，臣特来叩谢夫人恩典。衣裳还合身吗？合身，很暖和。那就好。不过我猜，谢恩只是个由头吧。你来找我，8成又要告谁的状了。臣不敢。坐下说吧。大人请。大王有旨，命臣为新朝撰写一本黄历。臣率太史院的学士、书士、阴阳家测算了大半年，终于把黄历给撰写出来。可大王忘了这事儿，忙得根本顾不上看呢。啊，你是要告大王的状啊？臣万万不敢。臣斗胆把黄历送到夫人这儿来，是想请夫人抽个空，把它呈给大王，请大王审阅修订，颁旨刻印。这么厚啊！大王忙啊。再说这事儿不急吧？没有黄历也不至于过错了日子。禀夫人，黄历不光是过日子用的，更是朝廷展示皇天之道，昭告全国子民的日月时辰之律令。这部黄历详尽表明了新朝元年的4季始末、日夜循环及24节气的准确时刻，还表明全年中所有重要的农事、朝信、吉凶。吕先生，大王说过，内廷不得干政，所以这事儿我怕是管不了啊。黄历我且留下，你先回去吧。夫人，在里头吗？在。夫人稍后容末将禀报一声。不用了。出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不会吵起来吧？不知道。自个儿交代的事儿，怎么自个儿倒忘了？谁忘了？咱记着呢。你没看到咱这日理万机的，哪有闲工夫？再说这事儿也不急嘛。这事儿万急。重八，这黄历可不光是过日子用的，它更是朝廷展示皇天之道、昭告全国子民的日月时辰之律令。你仔细看看，这里头有新朝建元之后的4季始末、日月循环，以及24节气的准确时刻，还有所有重要的农时、朝信、吉凶和忌讳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放牛那会儿，我读诗书；你当和尚那会儿，我读史书。我积攒的知识多了。于成这老夫子，他干嘛把黄历送你那儿去啊？应该直接给咱递来呀。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第2件事儿。你想啊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人家干嘛呈我这儿来啊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人家是害怕你信任我呗。你日理万机忙不过来，我嘛事儿虽然多，可一眼就能断出轻重缓急来。那妹子，您跟他是咋说的呀？我告诉他，第一，内廷不得干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非大王亲断不可。第二，大王虽然日理万机，但绝不会误事，有时候他会故意把事情搁一搁，心里可是时时刻刻惦着。
为何？因为时候不到啊。妹子，这话妥。冲八，我有个念头。王府拨笔银子，立刻印行黄历，颁发各省州府县，一直发到乡里百姓手里。你猜，老百姓看了黄历会怎么说？会咋想？我琢磨，乡里百姓看了肯定会大吃一惊。哎呦，这个朱元璋可了不得了，还没开国呢，皇帝先下来了，这天下肯定是朱元璋的。他虽然还没当皇帝，可他先垫着农时呢。玉儿，马上把吕敞给我请来。二虎，在。把李慎长、刘伯温立刻请到这儿来，马上，快。是。得，你们君臣义士，我就不干政了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到菜园子转转去。咱有自己的皇历了。文荣啊，我前天刚刚接到一只折子，是滁州监军呈报的小明王近期情况。内容说，自从上尉北伐以后，小明王每天都坐立不安，喜忧参半。习者，上尉就要取天下了。元廷就要灭亡了，有者，上尉一旦称帝，小明王则将生死未卜。哦，立功。折子刚刚呈上去，大伙就前去滁州接驾了。我还听说，有人在城外秘密相送。属下正要向李公禀报，城外相送的人就是属下。上尉对小明王有难言之隐，又不好直言大伙，所以才令属下接送行暗示给大伙。那么，你暗示的对，还是不对呢？属下正想请李公予以判断。其一路上山高路险的，小明王难免不发生意外。其二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大虎身为护驾将军，应当饮醉自裁。大王口谕，请先生速去书房议事。知道了。文渊，一块儿走吧。大王只请了李先生，没提到胡先生。那属下告辞了。好的。若依照古礼，朝廷应在每年正月初一颁行本年度黄历，并以此为法典，统一全国各地的季节时辰。可是元廷已经有10多年没有颁发历书了，因此民间已经私自印行历书，在暗中流传。论理，私撰历书当斩。可是元廷腐败无道，礼崩乐坏，也就没人管了。禀大王，天下乱则礼法乱，
这礼法一乱，天下必乱。所以，制定立法，统一时辰，乃新朝当务之急呀！吕公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再说，中华国土万里，一本黄历从京城送到边疆，得2、3个月呀。许多边民直到开播了，还没有本年度的黄历。臣建议，新朝得立下新的规矩，提前颁发黄历，让全国百姓赶在农时之前，能拿到新朝第1本黄历。哎呀，吕公，哎，哈哈哈。嗯，大帅，吕先生所言，臣句句赞同，臣无话可说。在下以为，既然叫皇历，就意味着先有皇而后有历。新朝皇历应该在陛下登基开元之后颁行天下，而且开元那一天，新朝的第1诏也应该是皇上的登基诏书，之后再陆续颁布各种法典律令，包括这部大统历。如果未开国先颁行皇历，恐怕名不正，言不顺呐。可咱觉得却恰恰相反。天下百姓一看见这皇历，肯定会大吃一惊。他们会想，还没开国呢，这皇历先下来，天下肯定是朱元璋的。瞧瞧人家还没当上皇上呢，先顾上农时了。大帅明鉴，这正是天下草民们的心思。立国就得先正纲纪，正纲纪，咱就从立法开始。如果连日月4季都定不下来，何为天下一统啊？再者，连年战乱，百废待兴，治国以安民为本，欲安民就得先安心呐。这部大统令有安定人心之效，咱们呀，赶早不赶晚，立刻开印颁行天下。大帅，如此说来，这大统历成了新朝的第1诏，而大帅的登基诏书反而成了第2诏。这可真是乾坤再造，千古未见呐！真是千古未见吗？那咱就让天下人见上一见。小
他远比我想象的要狠。